好，大家好，我小雷。今天的视频应诸位大佬要求，出一期奔达唐刀700，包括撩700这两台车，不说不行，因为从他俩发布以来，不管我发什么车，下面的评论全是奔达。说实话，兄弟们，每次发布新车都这么激动，你们那个心脏能不能受得了？因为从这台车之后，国产还有很多重磅发动机，我实在担心弟兄们心脏不行，多备一点速效救心丸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这个后视镜翘头的时候摔了，大家不要注意。国产的重磅发动机从奔达之后会有很多。比如宗盛的 V4 1200cc， 盛世的三缸650包括 1000cc， 力克的双缸 1200cc 包括对置双缸 1500cc， 包括水冷踏板车350和450cc， 韦森克4缸800，柴特的微缸1000，奔达的 VTC 300和 VTR 300涡轮增压跑车，高精的双缸1200微缸1000，摩托莫里尼微缸1200cc， 还有冲锋的 NK1000街车等等非常多。这些车型在今年会借到一半左右，而奔达撩700的发布意料之内。但是真没有想到它会卖这么便宜，我当时预测49800到52800，没想到直接来了一个45800到46800。我们说实话，这个价格的确很惊喜，尤其高功率版46800配备滑动离合、暴雨卡钳以及 KYB 减震。不管此前怎么说，奔达这一次的确很良心。但是良心归良心，大家不要以进口的质量来看这台发动机，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心理预期，不要期望过大。虽然它的发动机放的是本田 CB650， 而且缸径和压缩比是一样的。而不一样的在于整个铸造件，还有奔达加长2毫米行程，所以让发动机容量增加了30cc， 而且它的进气系统也不是摩托常用的，更像一台汽车的进气方式。这个我在去年发视频专门解释过，大家可以搜着看一下，那个视频已经介绍的非常详细，并且这台发动机是一高转发动机，而且车头配备了冲压进气系统。我很担心前面的冲压进气口会不会成为蚊子的汇聚地，而且巡航车一般玩的低扭，这台车做的高转我也很期待。另外，它的轮胎可选，但310宽胎绝对不会带来好操控，反而会让车辆行驶过程中变得非常直。至于它的发动机声浪，我们先听一下。这个排气声浪，我认为已经非常不错，因为它是一个4出排气，而且带有消音，所以你听起来会有点杂，并且有点共振的声音。所以真实的声浪要改装排气之后你才知道。最后一点，这个车到底用了什么电棚系统？到底是不是用了一个节气门？假如使用德尔福电棚，它目前最大支持双缸，所以理论上它还要用2块 ECU。但是如果是一个节气门，那么就有可能用汽车的 ECU， 这个只有接到实车拆开以后才知道。所以我也只是猜测，大家听个乐子。这样的做法虽然很聪明很省钱，但是弊端很大。这一方面尤其体现在油门反应，还有车身整体的共振，这个得别的大佬测过以后才知道。尤其要知道，一个电子节气门点阀和一个4分流气管对气缸供气，会不会成为未来国产4缸的主流设计？最主要的，国产逆向研发需要规避专利技术，规避的到底是哪一方面的专利？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就不细说了，我们以别的大佬评测为准。这个车型详细介绍，去年发过视频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另外一台奔达唐刀700，等下车头的冲压进气就是为了提高进气量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设计很聪明。算了，不研究了，我们看一下唐刀700。我看网上所有评论，大家都说这是台复古车，我倒是觉得应该叫现代复古车，而且这个造型非常科幻。就以我个人来说，只要是自主设计，我们别管它好不好看，我们都要加以鼓励，因为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。它这个排气造型据说灵感来自于唐刀的刀鞘，这个怎么说，丑美个人观点，但设计灵感给满分。不过我挺好奇这种排气会出来什么排气声音。另外它这个车架都说自主设计，我总感觉能看出来一点黄龙600的影子，尤其侧边减震的设计非常像。中间有部分钢管用的是各木钢管，但是不清楚用的是18个木钢还是20个木钢，这个差别也是非常大的。发动机还是那台水冷 680cc 4缸16气门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1000转，爆发69千瓦，最大扭矩8500转，爆发63牛米，座高800，油箱容量18升，整车装备总重量218公斤，最高时速210。这个售价非常牛，38800。就单从这个售价来说，这个车我都不敢碰。为什么？这个车标配滑动离合、双通道 ABS、TFT 液晶屏幕、导航、投屏、蓝牙连接，而且用了前后暴雨卡钳。最主要的配置和价格真的不错。别说你们激动，就连我已经忘记了一分价钱一分货的真理。这种可能性只有一个，就是国产配套厂家已经完全可以自主生产，并且配套4缸发动机。如果真的这样，赛600追600就要降价，因为体系成熟，遍地开花。如果不是，大家要有心理预期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这台车大家都没骑过，一定要以实车为准。其次，对于买的兄弟来说，支持国产本就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支持国产，因为有了你们的试水，才让之后的品质越来越好。这个话说起来很慷慨，怎么听起来很别扭？
但是对于一台新车来说，它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，这个只有大批量销售以后才有几种的问题出现。不过奔达的设计、奔达的创意、奔达的价格、奔达的用料，我都给满分儿。至于其他的，还是实践出真理。至于观望和不太看好的兄弟，我也很理解，因为一分价钱一分货，没有哪个生意人是会少赚钱做买卖，更不会赔着钱做买卖。所以有些时候不是你买的东西便宜，而是这个东西本来便宜。更何况订单订到爆，未来厂家和经销商加价提车也不是没可能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